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0号星期五了，要周末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按说是第3个训练日，但是还是要轻松跑恢复。这次比赛之后的恢复很重要，因为还有1个月多一点，就要是下一场比赛了。昨天还想呢，下一场比赛必须要稳，必须要稳。下一场比赛要跑300，我要拿大摄像机拍摄，因为那是我的第6场。东京的证书还没有，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已经进入到大满贯的数据库了。今天看了一下，特别的有缘啊！2016年我的第一次东京马拉松是4小时27分05，大家记住啊，4小时27分05。过了7年，我的东京马拉松是2小时47分05，老是都是这几个数啊，24705、42705，好巧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知道，如果真的下月能够天随人愿，拿到奖牌和证书，证书上写哪次的成绩，可以在屏幕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之前5场的成绩的变化。之前6场，有1场跑了2次，对吧？今天换了一只手拿摄像机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设备和Stride的。大家看，这个不是965，比较遗憾啊，是佳明的 Forerunner 955。不是965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海外嘛，不太方便，就是物流这上。一会儿换个视角跟大家聊聊，今天是第3次，从别的角度聊聊，因为我都是连接第3方的传感器，真正用到它做传感器的不多，但是我也会说一说。这个系列会陆续的跟大家闲聊一些，因为明天早晨跟家属来这儿，所以明天可能发片子会晚一些啊，大家。明天早上跟家属来这儿呢，就可以再校准一下Stride，因为我从家出发不太好校准，有连廊，有高楼，进到公园就完全没问题了。而且今天还是要抗争啊！看，穿的又是28 Fly， 昨天还说今天不穿了呢，试试看，这也一会儿再跟大家汇报。天气一下就转暖了，今天早上起来13度，出门的时候。大阪预告的樱花满开是3月25号，到时候来大阪城给大家拍樱花吧。我今天先探探路，一会儿往里跑一跑。有机会拿到这块955做测试，还是挺激动，因为不一定谁一定比谁好，只是说大家了解我都知道啊，做技术行业的喜欢这些东西。第1天用它跑的时候，没有连任何传感器，就是靠手表自己开的是双频多星，心率也来自手表。当时也是左手 Apple Watch， 和以前一样，心率带 Stride， 最后两边的距离相差无几。佳明这边多记了一点，因为一开始有连廊和高楼，肯定会飘，但是多的不多。那天也是10公里，大概多了不到200米。心率嘛，佳明和高驰做的都比苹果好，因为苹果的模型
它其实不是针对于像我这种选手，就我太瘦了，而且它也不是很针对亚洲人。佳明跟高驰呢，因为它主要是针对相对专业一点的运动员，所以他的腕上的心率做的还是不错的，一点都没飘。高驰也是，之前用高驰，不管是 Pace 2还是 Apex 也是几乎不飘。Apex 那次北京马拉松后半程有可能是软件问题。这是距离和心率。至于965还是955，或者是265还是255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也和好多人聊过。我觉得新的手表核心的就是两个事儿，一个事儿是脱离第三方传感器的跑步动态，对吧？另一个就是更好看的屏幕。前者是好处，后者呢双刃剑，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电量损耗，这看您个人的喜好。我猜想他们应该是希望让这块表不仅仅是运动吧，可能想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但是其实不管是佳明还是高驰还是其他的运动手表，想融入到生活中，硬件是很小的一方面，软件生态才是怎么说呢，一个核心吧。因为毕竟大家看，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的智能手表，它背后依托的生态都要比这种其他的手表要好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我是这么猜想的啊。至于动态数据这个事儿，我的观点，现在做到手表里，无论是苹果还是佳明，可能都有点早，因为这个事儿真的挺难的。我个人的判断是，现在靠手表去记录动态数据是不太可靠的，人类的技术还没达到，就像光电心率一样，你在极限条件下就是不行，这不是厂商能力的问题。所以在选择上呢，小伙伴们，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没有运动手表，一定要让我买佳明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255或者955。如果您只是跑步的话，如果你日常生活中也想用，我觉得265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比较的综合了，就大多数跑步的人也不需要10多个小时的 GPS 电量，对吧？甚至30多个小时的。如果你玩越野的话，那抱歉，这2系的手表就不适合你，对不对？你就得上最旗舰的这个系列，不管是你用高驰、用苹果还是用佳明。在和 Stride 的结合上，这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啊，因为像我这样配搭的人不多的。客观的说，目前佳明做的最好，苹果和高驰都不行。相比之下，苹果本身自己原生的跑步软件根本就不支持这种第三方的硬件，除了心率带。WOD 应该是现在苹果设备上、苹果手表上最厉害的软件了吧，跑步的。但是也有2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新版本 Stride 会有噪音数据，
然后同时呢，对新的2个指标不支持，高驰也没支持。但是高驰没有噪音数据，数据还是很准的，毕竟官方合作了嘛。我们从这儿进去看看有没有樱花啊。这边要爬几个坡。而佳明这边，昨天我是连接了 Stride， 哎，发现同步到 Stride 以后是有新版本硬件的那些数据的，哎，这我挺意外。但是大家细心的小伙伴应该发现，昨天实时数据的功率是跟以前不一样的，因为这块手表默认的功率来源是智能，所谓智能就是可以用手表的，也可以是第三方硬件的。昨天那个应该是手表算出来的，从255、955刚开始支持跑步功率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故宫拍摄，我就说很多小伙伴反馈，抱歉啊，佳明算出来的功率偏高，所以当时我的结论是，如果你自己跟自己比，那可以，你跨设备比没有意义了。不过呢，高驰自己的算法，还有 Stride， 还有苹果，这3个很接近，当然也不一样，但是差的不那么多。佳明这边不知道是有什么区别，这有机会我咨询咨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设置的是仅从第三方获取，看看今天数据解析出来什么样。看昨天的数据放到佳明的网页版上看，是有2个功率的图表的，一个是自己的，一个是来自于 Connect IQ 的。Connect IQ 就是 Stride 的，差不多。我现在就是用到这程度，因为第3次嘛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用佳明了。上一款用佳明还是945，但是我的总结是，你用完了双频的 GPS， 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尤其是在城市里，当时放弃945就是因为太飘了。所以现在小伙伴们如果想选择手表，我觉得性价比最好的还是高驰的 Pace 2， 但是今年肯定会出第3代的，我觉得。虽然它不是双频，但是它的 GPS 表现要优于我用过的所有单频 GPS 的手表。如果经济上有富裕一点的话，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普通的 Apple Watch， 当然是要有蜂窝数据的，还有一个就是255或者265，这3款应该价格上差不太多。蜂窝数据弥补了 Apple Watch 的 GPS， 而佳明的2款都是双频。如果不差钱的话，高驰的 Apex 2、Apple Watch Ultra、佳明的965、955都还行。这3个从体积到重量上也差不多，所以我觉得厂商们可以也不用太总去在重量上较劲，可以考虑一下佩戴舒适度，这样可以忽略一些重量的影响。行吧，这就是这3天的小体验，我后边会陆续有一些更详细的评测，而且我们期待高驰今年的新产品，还有 Insta360 的 Go 系列，也期待它能有更新。我这2天也在看弹幕的时候，看我东京马拉松的视频，确实效果很不错，很不错了。我想，如果拿 GoPro 的话，可能成像会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不一定能有这个稳定性。行，差不多要没电了也，往家跑了，加油干！哎，3月10号星期五清晨7点02，训练结束啊，还是一个10公里，46分44，平均配速4分40，心率147，步频196。
功率214，确实啊，这双鞋对步频和步幅的影响是有的，它会让步幅更大，让步频相对的就降低了。因为一般我跑的话，这个配速应该在203左右，就明显感觉到这双鞋的推进力是要优于 Vaporfly 系列的，确实是。而且今天好消息是，左脚还是完全没事儿，右脚因为昨天磨破了，今天呢会有些疼，但是没有昨天严重。所以说，是我们互相慢慢的适应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以后的比赛是不是可以试试穿上它，因为它给到的推进力确实是和 Vaporfly 完全不一样，推进力要强很多。虽然变沉了，就是 Vaporfly 的感觉是，你跑起来，跑到时间长了以后，你会感觉不到鞋的存在，就是鞋的就是存在感会比较淡。而这双鞋我现在跑了10公里，还是感觉它是一双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的这个感受啊？就是它还是一双鞋，会觉得脚上有一个挺大的东西，这就是它的区别。然后今天说了说这块表，我会详细的多测试，好吧？行吧，那今天圆满结束。还是再说一遍啊，明天的片子会晚一些，因为明天要外出吃早饭，要吃完早饭再回到家再剪片子，要晚几个小时吧，可能。大家抱歉好吗？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大家还是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19号有比赛的小伙伴，努力的准备起来，把生活调整起来。明天还是回评论，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呢？就弹幕或者评论，我都会整理，尽可能的多说。天儿真的热了，穿这个都出汗了。但这是2019年纽约马拉松的竞速背心儿，这个材料就现在穿，夏天穿稍微有点热。好，那这么着，我们加油干，明天见啊！